太子在皇帝面前跪了3天3夜，才得到求娶我的圣旨。可我想要一生一世一双人，所以毅然决然地选择以死相逼，不愿嫁给他。可没想到，最后我以为的良人，害得我满门枉死。而我临死前的最后一眼，却是太子抱着我一起被活活烧死的场面。再次睁开眼，我顾不得自己死而复生的事实。太子在哪儿？太子殿下，听说您没事了，刚刚才走。我一听就急忙追了出去，不能让他就这么回去。既然老天爷给了我重来一次的机会，这回我死也不会再放开这个男人了。杏花一边喊小姐小姐，一边跟着自家小姐追了出去。还好莫玄羽没走远，眼看他要上马车，我赶紧出声喊：太子殿下！看到男人那张熟悉的俊脸，我眼眶一下就红了。我猛地冲过去，一头扎进男人怀里。莫玄羽身体一僵，2只手垂在身侧没敢动。他眼神微动，低头看着怀里娇小的女人，神色复杂地问：这次又想要什么？我一愣，当今太后跟我外祖母是亲姐妹，我跟莫玄羽从小一起长大，后来我像中了邪一样喜欢上萧白莲，为了那个没良心的男人，干过不少伤害莫玄羽的事。男人清冷的声音又响起，带着点疲惫：朱书意，上次是为了给他讨官位，这次呢？太子殿下，我后悔了，你别退婚好不好？莫玄羽眉头轻皱，像是搞不懂眼前这姑娘到底想干什么。我小手拽住男人宽大的袖子：殿下，你信我，淑儿是真的想嫁给你。朱书意，你想要什么直说就行，何必这么来糟蹋我？我刚想解释，身后就传来一个温润的声音：书意。我回头看到那张让我恨不得千刀万剐的脸，整个人止不住的发抖。姐姐，萧公子还看着呢，你快过来，别惹得萧公子不高兴。萧白莲身边站着一个绿衣女子，满脸都是关心。谢曼曼，我还没去找他们算账，他们倒自己送上门来了。当初就是谢曼曼设的局，让我误以为是萧白莲在那场混乱中救了我，从此对她死心塌地。实际上救我的是莫玄羽，他为了我受了重伤，最后还被我一顿恶语重伤。谢曼曼看到站在太子身边的我，眼里藏不住的嫉妒。杏花在一旁有点担心的看着自家小姐，这个萧公子根本就配不上我家小姐，小姐可千万别再犯糊涂了。莫玄羽从头到尾眼里只有我一个人，看到我激动的发抖，他眼底忍不住浮起一丝疑惑，然后我朝着萧白莲两人走了过去。莫玄羽眼里的光彻底暗了，他转身毫不犹豫上了马车离开，不想看他们俩亲密的画面。我走上前几步，抬手就给了谢曼曼一巴掌。谢曼曼，我跟太子殿下是圣上赐的婚，他萧白莲不过是个秀才，也配让本小姐讨好。你要是管不住自己的嘴，就别怪本小姐直接拔了你的舌头。姐姐，你这是干什么？全京城谁不知道你跟萧公子情投意合？书意，谢姑娘是一片好意，你何必这么咄咄逼人？你这么嚣张跋扈，除了我，还有谁能受得了你？我冷笑一声，上一世这个狗男人就是用这种方式不断贬低我，让我变得自卑多疑。可我是当朝一品侯爷的嫡女，家里有爵位，父亲是保家卫国杀了无数敌人的忠勇侯，母亲是当今太后的侄女，当今圣上也对我宠爱有加。这种身份，想要什么男人没有？可我却眼瞎心盲，错信了这么一个只会靠女人的渣男，伤害了一心只有我的太子莫玄羽。我抬手毫不犹豫地朝萧白莲脸上扇去。萧公子请慎言，如今本小姐已经是陛下亲赐的太子妃，过去那些事不过是本小姐一时兴起玩玩罢了，当不得真。说完，我回头想去找莫玄羽，却只看到马车飞快地跑远了。我心里有点失落，但也明白是自己做的太过分，毕竟我以前实在太荒唐。莫玄羽一时不信我也正常。我留下那两人愣在原地，直接回了府。一进府门就看到厅里坐了一屋子人，看到我出现都赶紧担心地站起来。母亲走过来握住我白嫩的手：舒儿，你怎么就这么糊涂啊？看着眼前一个个熟悉的活生生的面孔，我鼻子一酸，眼眶发热。哥哥上前，脸上带着责备，语气却满是心疼。你说你要是不想嫁，可以好好商量，干嘛伤自己？上一世为了给萧白莲铺路，我不惜伤害自己，威胁父亲，让父亲去支持萧白莲。结果那个人渣是怎么做的？他吞了侯府的势力，踩着我们祝家满门的尸体往上爬。想到前世的种种，我松开母亲的手，直挺挺跪在地上。父亲母亲，女儿不孝，让你们担心了。说完，我重重磕了个头。几个人赶紧拉着我起来，就连一向严肃本想好好教育女儿一番的侯爷，也忍不住心疼地站了起来。姐姐，一道娇滴滴带着哭腔的声音从身后响起。我回头看到谢曼曼不知道什么时候也跟回来了，只见她一只手捂着半边脸，眼神委屈。姐姐，我知道你喜欢萧公子，可我只是跟萧公子说了句话，并没有做任何越界的事，你为什么要当众对我下这么狠的手？女儿家的容貌多重要，谢曼曼要是毁容了，
以后还怎么嫁人？可我很清楚，我刚才用的力气根本不可能打成这样。我上前一步，看到他脸上的伤势，眼底闪过一道寒光。这么短的时间，谢曼曼竟然能弄到这种秘药，她背后的势力不简单。这种药能让伤势看起来很严重，但其实对皮肤没有半点影响，只要涂上药膏就能恢复如初。哥哥，我这可都是为了谢妹妹好呀。如今我跟太子已经赐婚，可妹妹却在大庭广众之下想勾引太子，这种伤风败俗的事，她身为侯府的表小姐，我怎么能坐视不管？今天我要是不管教，以后别人岂不是要说我们侯府的小姐都不知检点？你胡说！我什么时候勾引太子了？明明是你自己！我怎么了？我跟太子殿下是未婚夫妻，名正言顺，再怎么亲密都是有身份的。谢曼曼见不得我嫁给太子，自然就不想让侯府的人知道我跟太子关系好，所以她只能打碎了牙往肚子里咽。谢曼曼不说话，正好坐实了我说的。她死死掐着手心，想不通这个蠢货怎么自从落水后就变得这么能说会道了。好了，舒儿落水后身子还弱，先回去休息吧。我应了一声，转身离开。第二天，我借着探望太后的名义，直接进了宫。看完太后，我就直奔东宫。重活一世，我不想让两人再被这些误会耽误，白白浪费大好时光。可等我到了东宫，莫玄羽余光扫到我，竟然转身就走。今天进宫，我穿着厚重的裙子，走路很不方便。我提起裙摆，快步追上去。太子殿下，我一口气追着莫玄羽到了御花园。经过一个凉亭时，猛地伸手拽住他，把他抵在柱子上，温热的气息轻轻喷在莫玄羽脸上。你跑什么？累死我了！找我何事？我看着比自己高出不少的莫玄羽，往台阶上迈了一步，把男人圈在自己臂弯里，跟他平视。我眼里多了一丝紧张。你跟陛下退婚了吗？话音刚落，莫玄羽周身的气息瞬间冷了下来，眉眼都染上了寒意。你就这么等不起？我皱眉，有点不明白。说什么呢？我们在说退婚的事，什么等不等得及？莫玄羽定定看着眼前娇艳如花的我，原本温热的心一点一点变凉。上次萧白莲跟你说了什么，让你这么不死心？我一下就明白了，莫玄羽这是误会了，他肯定以为我又另有所图，还想退婚。你上次走太快，都没看到我是怎么收拾他们俩的。殿下，陛下既然已经下旨赐婚，你就别退婚了好不好？莫玄羽皱眉，要退婚的不是你。那是之前，我现在不想退了。莫玄羽黑眸深深，半晌才慢慢开口。周淑怡，我没心思陪你玩那些无聊的把戏。你要是放不下别人，就别来招惹我。你到底要怎样才能信我？莫玄羽眼神忽然落在我身后，那里有几道人影正慢慢走近。他勾了勾嘴角，亲我。看着愣住的我，他嘴角的讽刺弧度越来越大。不，他话还没说完，我就踮脚亲了上去。莫玄羽瞳孔猛地一缩。祝淑怡，你在干什么？一道愤怒的男声从身后传来。我抬眼看着眼前男人近在咫尺的眉眼，四目相对。我刚想退开，腰却被一只大手握住，紧接着他就开始肆意掠夺我唇齿间的空气。在这方面，像张白纸一样的我，瞬间就迷失在男人霸道的亲吻里。上一世我虽然喜欢萧白莲，但从没让她碰过我。母亲从小就教我要洁身自爱。前世我虽然糊涂，但最后那道防线一直死守着。也正是因为这样，萧白莲还搂着谢曼曼，在我面前说我无趣极了。我抓住男人胸前的衣襟，免得自己瘫坐在地上。莫玄羽把我脑袋按进怀里，不想让别人看到我这副动人的模样。萧白莲气得冲上前，平时在他面前装得跟贞洁烈女似的，在太子面前却这么主动。淑怡，我对你一片真心，你怎么能这样对我？莫玄羽见我已经恢复清醒，就松开手，站到一边冷眼看着我，有点无语。这个男人怎么这么无情？唉，都怪我，是我有眼无珠，把榆木当成了珍珠。我整理了一下衣服，眼里带着寒意。萧公子说话注意点，本小姐跟太子殿下已经有婚约了，以后自然就是太子殿下的人。你在这混淆视听，是想抗旨吗？我眼神凌厉，浑身上下散发着一种威压，那是只有身居高位才有的气势。莫玄羽忍不住多看了我一眼，一个常年待在闺阁里的女子，哪来这种气势？萧白莲身后的几位大人看到太子，连忙行礼。下官见过太子殿下。莫玄羽的眼神落在萧白莲身上。萧大人好大的威风。萧白莲一愣，下意识看向我。以前只要我在，他就可以不用跟太子行礼。看我半天没反应，他眼里闪过一丝阴狠，弯下腰跪倒在地。见过太子殿下。过了好一会儿，莫玄羽才淡淡开口：免礼。萧白莲站起来看着我。淑怡，我有话想跟你说。我没什么跟你说的。说完，我就拉着莫玄羽准备走，谁知萧白莲挡在我面前，站到我身边，挡住了莫玄羽的视线，袖子微微一动，有道白光闪了一下。淑怡，有样东西我想亲手给你。我眼神一凝，松开莫玄羽。殿下您先走吧，
我一会儿自己回去。莫玄羽深深看了我一眼，随便。说完他就大步走了。那几个跟萧白莲一起来的官员也跟了上去。我冷着脸伸出手，东西给我，以后桥归桥，路归路。萧白莲忽然勾唇一笑，好啊。她从袖子里拿出那枚玉佩，在我面前晃了一下。我眼疾手快抓住玉佩，却看到萧白莲那双黑眸里透着意味深长。我转身要走，却发现浑身没力气。我脸色一变，小白莲，你个混蛋！她居然在玉佩上动了手脚。萧白莲上前一步接住我，笑得更得意了。楚书意，是你逼我的。等你被我碰过之后，我看太子还能不能看得上你。这可是在宫里，你就不怕被人发现吗？本来是想出去再找你的，谁叫你不乖呢？我没想到萧白莲敢这么明目张胆。被发现了更好，这样你就彻底逃不出我的手掌心了。说着，他就拉着我往旁边的假山走去。站定之后，他迫不及待地伸手来解我的衣服。我浑身软绵绵的没力气，身体里又燥又热，像要烧起来一样。我猛地用头撞向萧白莲的鼻子，萧白莲吃痛往后退。我拔下头上的簪子，警惕地盯着慢慢靠近的萧白莲。我手心一紧，正估算着跟他的距离，准备把手里的东西扔出去时，一个熟悉的身影正飞快靠近。我收回手，悄悄把手里的东西丢到身后，任由萧白莲靠近。你别过来，滚开！萧白莲听到这叫声更兴奋了，伸出手就朝我摸过来。哼！下一秒，萧白莲整个人被莫玄羽一脚踢飞3丈远，趴在地上哇哇吐了2大口血。看着去而复返的太子殿下，萧白莲脸上全是惊恐，整个人像只鹌鹑一样缩在地上瑟瑟发抖，眼里全是害怕。太子殿下，我靠在莫玄羽身上，浑身发软。你怎么又回来了？莫玄羽脸上还带着压不住的怒气，低头看着怀里脸泛桃花的女人。这种脏东西你也能看上？现在淑仪眼里只有殿下。男人身上滚烫的气息在我身上不停点火，看着他红润的嘴唇，我忍不住咽了一下口水。我抓住男人的衣襟，殿下，我难受。莫玄羽一愣，紧接着火气更大了。他给你下药了？我此刻不想管别人，只想把这个男人拿下。我2条手臂像水蛇一样攀上男人的脖子，对着他的耳垂轻轻呵气。殿下，你帮帮我好不好？莫玄羽后背一僵，一阵酥酥麻麻的痒意涌上心头。初春的寒风吹过，他却觉得燥热难耐。他凤眸幽深，压住心里的冲动，一把将我横抱起来。走之前，他侧头对身后冷冷开口：把人废了，扔出去。他前脚刚走，一个黑衣人马上悄无声息地落在萧白莲面前，后背碰到柔软的床石。你去哪儿？眼看男人要走，我赶紧拽住他。莫玄羽喉结滚动，强忍着。我去找太医来给你看。我委屈地看着莫玄羽，眼泪汪汪。你好要让我这副样子去见太医？趁男人愣神的时候，我一咬牙，直接亲上了他那张不会好好说话的嘴。2人唇齿相交，眼看事情要往不可控制的方向发展，莫玄羽用尽全力才克制住自己，跟我分开。男人的声音染上了情欲，哑得不行。淑仪。下一秒，我再次被抱起，咚的一声，溅起一片水花。我眼底瞬间清醒，冰凉的触感席卷全身。我难以置信地看着莫玄羽，这个狗男人居然让我泡冷水澡，我都做到这个份上了，他居然还能忍住。想到这，我黑着脸脱口而出：莫玄羽，你是不是不行？莫玄羽也脸色一黑，一口气堵在胸口，差点上不来。他这样是为了谁？结果这丫头还不领情。我在宫里重新换了一身衣裙后，就跟着莫玄羽的马车出了宫。到宫门口时，有公公招来，说陛下召见太子。我下了莫玄羽的马车，正准备上自己的马车，就看到不远处有个穿官服的身影慢慢走近。是他，恰似人间惊鸿客，墨染星辰云水间。上一世，那些远远见过这位大人的千金小姐，都一致给出过这样的评价。如今一见，他确实配得上这话。下官见过太子殿下。看我眼睛都快看直了，莫玄羽不高兴。崔大人免礼。随后崔晨对着我微微点头。祝姑娘。崔晨年少有为，为人刚正不阿，是个为国为民的好官。28岁就当上了丞相，现在他当丞相已经有1年了。看出莫玄羽不高兴，我扯了扯他的袖子。我先回去了。说完我就走了。崔晨垂下眼，眼底闪过一丝微光。太子殿下，请。莫玄羽面色冷淡，淡淡嗯了一声后，走在前面。回到府里，我本想好好躺下休息一会儿，却被母亲叫到了前厅。母亲，您找女儿什么事？我的淑儿，一转眼就是大姑娘了。顿了顿，她又有点发愁。你哥哥过几天就要出征去边疆了，现在你有了归宿，可明贤的婚事还没劳落。我一愣，随即震惊。哥哥要去出征？什么时候的事？上一世根本没有这回事。苏婉心叹了口气，刚定下来的，本来是要让赵将军去的，可赵将军突然得了疾病，没法去战场，最后是你哥哥自己请命去的。可是那个赵勇赵将军
正是，舒儿你也知道。我顿时像被雷劈了一样，站都站不稳。事情怎么会变成这样？前世边关附近的小国一直骚扰不断，百姓怨声载道，陛下没办法，才派赵勇大将军去边关平定小国，让百姓能安居乐业。可等赵将军去了，才发现边关的将领早就成了别国的奸细，为了吞并附近的城池，还让我朝损失1员大将。他们发了假情报，引诱朝中将军去平乱。说白了，这就是个谁去谁死的差事。兄长朱明彦深受父亲钟永侯的教导，一心想上战场报效国家，不辜负钟永侯府的威名。可他不知道，他想守护的百姓早就投靠了别国。我一张小脸惨白。如果我记得没错，这场战事明明是在那场惊天动地的夺嫡之争之后才发生的，为什么这一切会提前这么多？又为什么本来定好是赵将军去，最后却变成了他的兄长？难道是因为我重生改变了一切？看我突然脸色发白，苏婉心吓了一跳，语气担心：舒儿，你这是怎么了？哪里不舒服？母亲温柔的声音拉回我的思绪，我定了定神，冲母亲浅浅一笑：母亲，我没事，可能是之前落水还没好利索，哥哥的婚事母亲也不用太担心。哥哥那么好，肯定要找个配得上他的姑娘。你这丫头，之前就是这副作态，以后都要嫁人了，可不能再这么寻死觅活的了。母亲差点被你吓死。我脸上有些愧疚，上一世我任性妄为，非要退婚，跳了水还连累母亲受惊，在床上躺了好几个月才好。后来我还跟母亲赌气，好久都没去看过她。母亲，对不起，对不起，以前是女儿不孝，以后不会了。都过去了，以后你跟太子殿下要好好的。我站直身子，吸了吸鼻子。我知道的。哥哥呢？他在院子里呢。我到祝明艳的院子时，他正在舞剑，看着哥哥意气风发的样子，一股酸涩涌上心头。前世他本该在战场上抛头颅洒热血，完成他英勇的一生，让后人记住他的名字。可他却为了我这个不争气的妹妹，被萧白莲和谢慢慢绑起来，逼他认下各种罪行，最后以那么屈辱的方式死在了暗无天日的地牢里。不久前莫玄才处置了萧白莲，没多久府里就传来哥哥要出征的消息。难道萧白莲班背后有人？舒儿，你怎么来了？大哥，我听母亲说你要去边关了。我手里的剑终于能跟着我去战场上喝敌人的血了。我在院里的石凳上坐下。那赵将军怎么会突然得疾病？这事我也觉得有点怪。昨天还听说赵将军为了逗小孙子爬上假山抓蛐蛐，今天早朝他就说身体不适没去上朝，紧接着就出了换人的事。你什么时候对朝堂上的事感兴趣了？要是放在以前，他这个被娇生惯养的妹妹，每天只知道跟在那个姓萧的屁股后面，不学无术，游手好闲。自从落水后，他像开了窍一样，聪明了不少。我就是听母亲说起，觉得好奇。再说了，我哥哥要出征了，我关心一下不行吗？当然行。那这次出征，除了哥哥还有谁？还有五皇子一起去。五皇子？五皇子从小体弱，喜欢风花雪月的事，怎么会突然想去边关？他去边关干什么？他那身子撑得住吗？说是想去边关见见世面，长长见识，感受一下百姓和将士们的苦。身为皇子，能有这种觉悟，陛下当然乐意看到。我朝强盛收复几个边关小镇，陛下想必也没当回事，不然怎么会让儿子跟着行军队伍去？殊不知，这只是一个开端，一个让盛世王朝走向灭亡的开端。我眉头越皱越紧。五皇子在这当中又扮演着什么角色？我看了看周围，站起来。哥哥，我有话跟你说，我们去书房。隔墙有耳，就算在自己府里，我也觉得还是小心点好。哥哥，这次出征怕是没那么简单。什么意思？太子殿下不久前跟我说，宫里有些动静，没多久就出了边关的事。如果只是那些小国胆大包天也就算了，可要是有心人故意设局，那哥哥出去不就是送死吗？我一个闺阁女子，说什么都不会有人放在心上。可莫玄羽是太子，对朝堂的事本来就敏感，搬出他来，祝明言怎么也会谨慎几分。太子殿下当真跟你说过宫里的事？不对，你跟太子什么时候这么亲近了？哥哥，现在我跟太子有婚约在身，自然要跟他一条心。以前是妹妹不懂事，错把榆木当珍珠，现在我已经彻底清醒了，绝对不会再做那些糊涂事。祝明艳眉眼温柔地揉了揉他的发顶。我们舒儿长大了。压下眼里的热意，
我抬头，眼神坚定又严肃地看着哥哥。哥哥，这事非同小可，你一定要打听清楚情况，千万别冒冒失失的。你放心，要是真有人借着战事想作乱，我肯定不会傻傻往里跳。我很想说他会，如果真的民不聊生，他的兄长真的会为了百姓眼睁睁跳进火坑。不管怎样，他一定不会让上一世的悲剧重演。莫玄羽没想到会在东宫看到祝书意，自从上次那场荒唐之后，他就一直担心他会后悔，再也不会出现在他面前，甚至会更恨他。有时候莫玄羽甚至想推翻那些君子道理，反正自己已经占了祝书意的清白，他俩的事已经板上钉钉，皇命难违。他要是强迫他又怎样？只是莫玄羽不想那么做，而现在他就这么站在自己面前，连那张精致的脸上都带着几分急切，好像有什么烦心事。莫玄羽犹豫了半天，终于开口：你可是有什么事？这句带着点胆怯的话，连他自己都在心里嘲笑。在朝堂上，我向来运筹帷幄，反手为云，覆手为雨，什么时候需要这么小心翼翼说话了？我面色忧虑，没注意到莫玄羽的异样。明天兄长就要奉命去边疆了，再不抓紧时间，恐怕就来不及了。殿下，你能不能阻止我哥哥去边疆？我舍不得他。再说边疆现在战事吃紧，要是兄生出了意外怎么办？我不想让哥哥牺牲在边疆，我想让他留在京城。莫玄羽听完，眉头一皱，胡闹！他低声呵斥了一句。先不说让祝明艳留下来就是抗旨不恭，他们几个从小一起长大，姑也知道他的雄心和抱负。祝明艳手里的剑已经磨了好几年，好不容易能把那些践踏我国领土的小贼赶出去，他怎么可能轻易放弃？如今父皇已经定下去边疆的人选，岂容我等临阵脱逃？这事关家国大义，别意气用事。说完，莫玄羽忽然想到，祝书意不过是个小姑娘，语气不由软了几分。姑知道你不想让兄长去冒险，可别的将士就能随便牺牲吗？再说边疆刀剑无眼，一切都听天由命，半点由不得人。我明白了，不是谁非去不可，重点是边疆才对。正是因为边疆的百姓投敌叛国，才会让京城的将领到了边疆，中了圈套，英勇牺牲，含恨而终。要是能解决边关百姓的问题，去掉内忧外患之一，也许哥哥就能安然躲过这一劫。想到这，我只能点头退一步。其实我不愿让哥哥去边疆，是因为上次落水时，恍惚间有仙人入梦指点了几句，那梦太真实了，我才会慌成这样。说到落水，莫玄羽的脸色实在不好看。毕竟他落水，整个中永侯府都知道是为了萧白莲。可听到我说得到仙人指点，他认真起来。听说人在快死的时候，总会经历一些意想不到的事，难道是真的？什么梦？我梦到边疆将领叛变，带着全城百姓先投敌叛国。如果哥哥去了，肯定会被他们瓮中抓鳖。殿下，你相信我，我绝不可能拿自己兄长的命开玩笑。我说的情真意切，大概是想到上一世的惨状，我眼眶通红。这么光怪陆离的事，我都没想过莫玄羽会信。可莫玄羽只是意味深长地看了他一眼，抬手亲昵地擦掉他眼角的泪。男人的手轻轻在他眼角摩挲，我甚至能感受到他的温度和鼻尖窜来的松木香。我的脸一下子红透了。下一秒，莫玄羽一字一顿正色道：我相信你。他说相信我，这一句话胜过万种情话，就像当年那个明知道他不喜欢他，甚至还处处刁难他的他，最后在得知他香消玉殒时，还是义无反顾地抱着那具被折磨得不成人形的尸体一起葬身火海。他对我当真是一往情深，可自己当初到底是怎么狠下心伤害他的呢？这事关系重大，还牵扯到边疆的其他将领，姑会派人好好查清楚，一定保你兄弟安然无伤。听到莫玄羽的话，我像吃了颗定心丸。他从不会轻易许诺，但一言既出，驷马难追。我不安的心被这道低沉的声音抚平，这才离开东宫。等将人送走，莫玄羽脸色凝重。诺，殿下有何吩咐？莫玄羽垂眸看着手里的奏折。他也不知道自己为什么会相信祝书意那荒唐的梦，但下意识总觉得能查出什么。这些天为了跟其他皇子争斗，他也没闲心管别的事，多查一查也好。你且去一趟边疆，姑要让你查些事情。洛再次消失在书房里，莫玄羽悠悠叹气，眸色微沉。眼下最关键的问题，或许也不是这个。哪怕祝书意梦到的是真的，他的兄长也不可能临阵抗旨。祝明艳出征边疆已经是板上钉钉的事，皇帝的圣旨一下就收不回来了。换句话说，就算他们知道此行九死一生，他也得英勇翻身上马，去边疆保卫疆土。天边还剩几分落日余晖，血红色的晚霞挂在天边，像最后的悲鸣。中永侯府，天渐渐黑了，中永侯府的餐堂格外热闹。我儿此番前去边疆，一定要牢记使命，为国争光。苏婉心却舍不得，用手帕擦着眼泪。燕儿，这次去一定要保护好自己，要是平安，记得给娘寄封信回来。钟永侯拍拍夫人的肩膀，
虽然心里也舍不得儿子，但还是坚定的点头扬眉。不愧是我忠永侯府培养出来的世子，这次别让为父失望。不管怎样，为父都为你骄傲。儿子定不负父亲众望，一定会全心全力解决边疆战事。不打赢这场仗，儿子绝不会轻易回来。祝明艳满怀壮志，他一贯如此，心系百姓，终于等到一个可以施展拳脚的机会，他绝不会错过。他要利用自己的所学所知，改变边疆百姓的悲惨处境。我就知道祝明言下定决心后不会轻易改变主意，何况这次机会他等了太久太久。以前他就喜欢在校场练武，10年磨一剑，为的就是这一天临危受命，能为国家效力，是祝明言一直想实现的愿望。我举起酒杯，哥哥，那妹妹祝你凯旋而归，一路平安。既然阻止不了祝明艳要去的念头，我只能送上最大的祝福。况且边疆将领叛国的事，我已经告诉了莫玄羽，他说会查，那就一定会快马加鞭，把这事查个水落石出。要是能提前知道对方的野心，也许还能干预。哥哥，绝对不会有事。我把今早从寺庙求来的平安符交给祝明艳。听说城东的寺庙平安符很灵，哥哥带在身上，一定能平安回来。祝明艳有些感动。多谢妹妹这么惦记哥哥，真是有心了。不过我们舒儿已经是大姑娘了，别再耍性子，平时在家多帮衬母亲。燕儿，你一定要好好照顾自己啊！外面打仗的日子苦，不比侯府里，衣食住行都很简陋，时不时还要面对生死之忧，你必须处处小心啊！是，母亲，我一定牢记在心。这顿饭每个人都吃得心思沉重，只有祝明艳眼里依旧闪着希望。第二天，我因为忧心这件事睡得不踏实，很早就醒了。杏花帮我梳头的时候，我还在想昨天在东宫的事，也不知道莫玄羽有没有去查。只是从京城到边疆要查的话，还得很长时间，这一来一回恐怕要1个多月。祝明艳等得起吗？我梳洗打扮后问了杏花时辰，估摸着祝明艳该出发了。祝明艳正在收拾行李，下人们帮忙搬东西。我看着祝明艳意气风发的样子，似乎对这次去边疆打仗充满了期待。我的哥哥胸怀大志，要不是时运不济，怎么会含恨而终？我走上前，祝明艳没想到他这么早就醒了。舒儿，怎么不多睡会儿？哥哥，舒儿惦记你，睡不着。妹妹不必担心，哥哥打完胜仗马上就回来，到时候哥哥也当个大将军给你撑腰，以后太子殿下肯定不会轻看你半分。祝明艳目前还不清楚这次去边疆会面临多大的危险，这带着调侃的话让我心里一阵难受。哥哥为我付出太多了，不管做什么都会先考虑我，我还是很担心，对祝明艳逗他的话提不起兴趣，再三叮嘱。哥哥，你一定要防患于未然，打仗不是闹着玩的，你一定要小心为上，谨慎行事。不过半炷香的功夫，祝明艳要带的行李就收拾妥当了。这次还需要等五皇子过来，跟他一起去边疆。如今朝中几个皇子渐渐掌握了各自的权力，野心也慢慢露了出来。五皇子虽说喜欢风花雪月，但对朝堂上的事了如指掌。圣上这次让他跟着祝明艳一起去，估计也是想探探这个老五的底细。自古以来帝王最多疑，哪怕是自己的亲生儿子，也隔着一层肚皮，不得不防。五皇子这时赶过来会合，把我和祝明艳说的话全听进去了。在我的印象里，五皇子一直是个性情洒脱的人。以前去宫里给太后请安时，也曾远远见过五皇子几次。他常常穿着粉色桃花装，在皇家花园里吟诗作对，倒是个爽朗儒雅的文人。大概是觉得我这个当妹妹的不舍得，五皇子安慰的点点头。他们也算是从小一起长大，这次又要一起去边疆，路上互相有个照应才好。他一副大义凛然的样子，拍着胸脯保证：我们这次去肯定能平安回来。淑仪妹妹，你别太担心，要不了多久我们就凯旋了，到时候你哥哥可就翻身成大人物了。听到五皇子这话，我只是微微皱眉。要是只有兄长一个人去，他心里的担忧可能还少一些。关键是祝明艳还得跟着这个手无缚鸡之力、只会花拳绣腿的五皇子一起去，我的担忧简直冲破云霄。真要出了意外怎么办？不过五皇子显然没意识到我对他的嫌弃，他看了一眼时辰。明艳，你行李收拾的怎么样了？差不多该出发了。祝明艳催着下人，行李搬齐之后，一行人出发去边关。另一边，东宫太子殿下的书房，莫玄羽正坐在书案前，低头看着手里的奏折。他现在看的是礼部尚书弹劾吏部的折子，暗指其中有受贿的人做徇私枉法的事。莫玄羽暗暗把这件事记在心里。就在他刚拿起毛笔，准备在奏折上写批注呈给父皇时，一道暗语声传来，这是东宫暗探之间的密报。莫玄羽放下笔，想来昨天让他们查的事已经有结果了。出来吧。不多时，书房里就站着一个黑衣人，拱手行礼。他们昨天接到命令后，就直接动用整个天月朝的暗网去查。这层关系网可是他们苦心经营很久才建立起来的，牵一发而动全身。他们暗中调查边疆的情况，暗探打听到消息后，第一时间回来传达。昨天的事查得怎么样了？
莫玄羽从不在乎过程，他只要最终答案。殿下，我们已经能确定边关将领叛变了。暗探说，他们带着全城百姓全部投靠了敌国。如果祝明艳他们过去，就是羊入虎口。莫玄羽听完，英俊淡然的脸上多了一抹凝重。好像所有事情的走向，真的跟祝淑音说的一模一样。而因为洛水濒死时做的那个梦，难道真的无法挽回吗？只能让他以身入局，再从长计议。洛，殿下有何吩咐？莫玄羽眼神晦暗不明，思索片刻后，写了一封简短的书信交给洛。传信给祝明艳。祝明艳拿到信的时候，也不过刚出城，他们的队伍走到了京城10里外的回步亭。看到信上的内容时，他原本跃跃欲试的脸色一下子沉了下来。不过太子向来运筹帷幄，信里写了应对的办法。莫玄羽在信里跟他商定将计就计，先到边关，到时候再一网打尽，不入虎穴焉得虎子。既然要去边疆，不管未来有多危险，他都一定要做好。五皇子看到祝明艳拿到信后满脸沉重，心里也浮起一丝疑惑。祝兄可是遇到什么难事了？本皇子看你面色凝重，难道是刚出来就想家了？祝明艳摇了摇头，眼下所有的事都还没个定数，他绝不能把这事告诉别人，免得生出更多麻烦。非也，不过是京城里的几个旧友听说我要去边疆，特意写信来表达不舍罢了。祝明艳随便找了个借口搪塞过去，然后他又派人去东宫回了话。莫玄羽得知祝明艳答应合作，心里多了几分欣慰。你且去中永侯府，告诉祝小姐，已经查清楚了，并让她安心，一切都在姑的掌握之中。她一个女儿家，不需要面对这种压力和尔虞我诈，其他的一切都交给她。不过祝书意也有知情的权利，他会尽可能保证祝明艳平安无事。当我从莫玄羽亲信手里拿到那封证实自己猜想的信时，我并没有松一口气，相反，我一颗心悬得更高了。如果说之前一切只是我的幻想，那我还可以短暂的骗自己，可现在所有的事都板上钉钉，我的兄长极有可能会遇到不测，我脸上反而更多了几分不安和担心。这事不管怎么想，都好像迷雾重重，我根本做不到毫不担心。上一世整个中永侯府都是因为我太相信萧白莲的甜言蜜语，最后满门覆灭。这一次我发誓一定要让他们平安无事，也要让害他们的谢慢慢和萧白莲血债血偿。只是现在让我想不通的是，当初去边疆平乱的是赵勇赵将军，为什么因为我这次重生没有退掉和太子殿下的婚事后，一切就都变了？这种既定的事情居然也变得不一样了。杏花端着一杯安神茶从外面走进来，把茶放在桌上。小姐别担心世子爷了，世子爷从小跟着侯爷练武，还得过高人指点，一定会平安回来的。我点点头，清澈的目光里全是忧虑。无论这一世还是上一世，兄长都一心惦记着边疆的百姓，空有豪情壮志，想把汗水和血水洒在疆场上。所以这次去要是没有危险，倒也能让他历练一番。可问题还是出在这里，我到现在都没想明白，为什么赵勇赵将军会突然生病？前一天还在跟孙子玩耍打闹，更何况武将的身体本来就强壮健康，怎么可能突然得疾病倒下？难道说赵将军已经预料到第二天圣旨会下来？如果真是这样，赵将军背后的人又是谁？一连好几个问题占据了我的心思，总觉得有什么关键的地方被我忽略了，可仔细想又头疼的不行。此刻我倒有点恼自己。上一世中永侯府在这些事上没什么表态和作为，我只会在萧白莲身后做一个满眼都是他的狗，哪怕被他们牵着鼻子走，我也心甘情愿。所以这些时间线很模糊。当初赵勇将军离开时，连圣上都悲痛万分，那个投敌的将领也被京城百姓茶余饭后骂个不停。钉子没扎在自己身上的时候，永远不会觉得疼，而当这些伤痛快要落到自己身上时，才会彻底慌了神，四处寻求庇护。我现在也同样是如此。我眼下不仅要为上一世的父母兄长还有自己报仇，还要保证兄长平安。我最担心的就是前世发生在赵将军身上的事，在兄长身上重演。那个阳光忠义的兄长不应该落得那种结局。小姐，我回过神，抿了一口茶。没事，别担心我，绝不能坐以待毙。刚才已经想得很清楚了，赵勇将军在出征前一天突然得疾病，想来背后肯定有高人指点，一定是能传递宫中消息，甚至能揣测圣意的人。要想查清真相，保全兄长一命，就只能以身入局，试探别人的口风，才能查明其中缘由。只是怎么光明正大进宫，还需要一个合理的理由。既然如此，不如趁机去拜见太后和皇后。我心里有了打算，整个人也明媚了不少。你去宫里递个帖子，有段时间没见姨母和皇后了，我有点想他们。听说小姐要进宫陪太后他们，杏花也松了口气。要是小姐每天待在中永侯府担心祝明艳，她倒希望小姐能出去散散心。是，奴婢这就拿着小姐的贴身令牌去宫里递帖子。等杏花离开，闺房里一下子冷清下来，只剩下窗外海棠花扑簌簌的响，海棠树的叶子随风飘荡。我坐在木凳上，白皙精致的脸上神色不明。隔天我难得起了个大早，
让婢女帮我梳了个元宝发髻，头上插着各式各样的簪子，最后又用一根带流苏的桃花簪点缀。我垂眸看着铜镜里自己的五官，忍不住失神的抬手摸了摸脸颊。也许在这一世安逸的日子过久了，但我始终忘不了上一世临死前的疼痛。每到午夜梦回，总会不受控制地想起来，连所有细节都记得清清楚楚。那时候的我早就没了往日忠勇侯府嫡女的贵气和骄傲，浑身上下散发着血腥味和腐臭味。萧白莲和谢慢慢要活活烧死他，是太子莫玄羽义无反顾地走进来，陪着他一起葬身火海。依稀记得大火烧到身体时那种痛苦的感觉。那时候的我早就意识模糊，只记得莫玄羽心疼地摸着他的脸颊，温柔地叫他的名字。莫玄羽，为什么来找我？莫玄羽，我还好看吗？我问了他好多问题，可问完之后就再也没有知觉了，更听不到他的回答。小姐，时辰到了，马夫已经备好马车等在府外，我们可以出发了。看着京城的街道两旁一如既往的热闹，吆喝声、孩童嬉闹声、妇人聊天声不绝于耳。这一幕恍如隔世，我时刻记得自己进宫要做的事。既然因为我的重生改变了上一世所有事情的轨迹，那就好好查，直接从源头杜绝。进了乾清门后，按规矩，官家小姐不能坐马车进宫。不过太后向来喜欢我这个小外甥女，再加上我现在已经是皇后的准儿媳妇，自然会多几分优待。听说我要进宫见他们，太后早就安排了软轿等在宫门口。看到我后，太后身边的徐公公赶紧走过来，细着嗓子说：“小姐，您可来了，太后一早上就念叨您好几次了。”我说今天一早怎么心神不宁，原来是我害得姨母担心，是我的错。说完，我转头看了一眼杏花，杏花自然明白小姐的意思，从袖子里捏出一锭银子放在公公手上。徐公公拿到银子后，笑得更真心了。祝小姐到慈宁宫了，您快进去吧。傅嬷嬷带着我进了慈宁宫，坐在最上首的人笑眯眯地看着她。我规规矩矩行了个全服礼，脸上带着晚辈对长辈的恭敬和依赖。姨母、皇后娘娘万福金安。这孩子来了就来了，还讲究那些虚礼做什么？规矩不可废。傅嬷嬷过来扶她时，我也没有扭捏，顺势站起来。太后听到这话，面上多了几分欣慰。几日没见，难得舒儿竟然懂事了，哀家倒也欣慰。前不久你母亲进宫时还在说你不懂事呢。皇后也是看着我长大的，以前的小丫头总喜欢跟在莫玄羽身后，她还经常开玩笑说要我当太子的太子妃。那时候的我圆润可爱，却一本正经的鼓着嘴答应下来。是啊，要本宫看，就是做父母的觉得孩子还不够优秀。母后，臣妾倒觉得太子娶了舒儿是委屈了咱们舒儿。听到这话，我还有点害羞的低下头。当初我到底是什么时候眼瞎看上萧白莲的？要是嫁给莫玄羽，有姨女和皇后的偏爱，家里的宠爱，还有太子殿下的喜欢。可当初在萧白莲的花言巧语下，我竟然蒙蔽了双眼。姨母、皇后娘娘，别打趣舒儿了。虽说已经两世为人，但毕竟还是第一次这么亲昵的跟男人有继父之亲，也是正儿八经谈婚论嫁，我还有点小紧张。好啦，舒儿快过来坐。知道你今天要来，哀家特意让人准备了你最爱吃的马蹄糕。三个人坐在一起聊家常，聊了一会儿之后，我言归正传。皇后娘娘，我进来的时候看到御花园的花都开了，不如举办一个春日宴。难得她竟然这么想参加宴会。太后饶有兴趣地转头看向小外甥女。为什么这么想？兄长昨天去了边疆，我一直担心他。昨晚做梦梦见仙人指点，说要是呼吁开元解酒，就能保佑边疆众人平安。再说舒儿马上也要嫁给殿下了，多认识些人也是好的。听了我的话，他们都欣慰地点头。舒儿这么想，本宫倒是很欣慰。前段时间我和萧白莲的事，太后和皇后也不是没听说过，所以当初皇帝下旨指婚太子和祝淑义时，皇后还有点担心，怕自己的儿子娶了一个心里有别人的女子。但这么多年对祝淑义的疼爱也不是假的。陈儿是要做天子的人，一入宫门深似海，要不是两情相悦的人，怎么熬得过这漫漫人生？要是从来都没相爱过，那该多遗憾。后宫里那些女人大多是为了家族利益被送进来的，就连她也不曾拥有过真心相爱的人。她不希望自己的孩子走她的老路，可在看到我今天的反应后，皇后悬着的心忽然就落了下来。要是不喜欢，怎么会做出这种扭捏的样子呢？看来她之前是多虑了。皇后听了我的话，没有怀疑，就连太后也大力支持这个提议。这倒也是，宫里的妃子们手里握着金银珠宝，心思各异，如今也能让他们为边疆百姓出点力。你且去准备，不仅宫里的妃子能参加，其他大臣的家眷也可以。这次的春日宴一切从简。皇后起身行礼。是，
臣妾这就去准备。等皇后离开后，太后又拉着我说了些贴心话。皇后那边动作很快，当天刚准备好要办春日宴，下午就让人把请帖送到各个府里，受邀去参加春日宴的家眷里，也包括赵将军的女儿和儿媳。宫里的人向来闲，所以一有宴会，他们就会见缝插针地邀请适婚的女子和男子进宫相看。看到请帖，我就知道我想做的事已经成功了一大半，接下来就是在春日宴上找机会探探他们的口风。我一定会避免兄长重蹈覆辙。京城小巷，萧白莲府中，萧白莲不过是个平平无奇的小秀才，前不久才靠着钟永侯府的庇护得了个小官。要不是我向钟永侯求情，他们怎么可能在圣上面前替他说好话？钟永侯府除了我被萧白莲蒙蔽了双眼之外，其他人都看得清清楚楚，但架不住一个个都心疼女儿。当初钟永侯还想拉萧白莲一把，这样也不至于女儿下嫁给他，还要过苦日子。而现在我看清了萧白莲的真面目，反倒觉得钟永侯府给他一个官当都是多余。你们都是一群庸医吗？本官请你们来，不是听你们说另请高绳的。南院房里传来萧白莲崩溃的吼声。此刻她躺在床榻上，穿着白色里衣，脸色苍白，身上还带着好几处看起来很严重的伤，大概是伤口太严重，每说一句话都疼得撕心裂肺。听到萧白莲的怒吼，京城最有名的大夫全跪在地上。回春堂的大夫脸上带着几分焦急和害怕，握着医药箱。大人，不是我们不愿帮您治病，只是伤到了那里，就算治也只能不影响日常生活，那方面的事恐怕绝无可能了。回春堂本就是整个天月朝最有名的医馆，里面的大夫都有妙手回春之称，现在连回春堂的大夫都宣判了这个结果，萧白莲实在无法接受。她挣扎着想从床上坐起来，可胸口的剧痛让她无力地倒下。不可能，一定还有别的办法。本官命令你们赶紧想办法，不然你们今天就别想活着走出这个门。一想到自己可能要为萧白莲陪葬，几个大夫脸上都多了几分灰败。我们只能尽量让您免受痛苦，以后的生活也只能慢慢调理，但要想恢复成以前那样，还得看机缘。是啊，毕竟伤得太重了，连里边的软骨都……几个大夫你一言我一语地说着，萧白莲怎么可能听不懂？无非就是告诉他外面的伤好治，但那一方面只能看机缘。站在一旁伺候的丫鬟端着苦涩的汤药，深褐色的药味在空中弥漫。萧白莲的心情更烦躁了，她烦闷地皱眉，抬手把丫鬟手里的药丸打翻在地，啪！滚烫的汤药洒在地上，溅出水渍，还有几滴落在跪着的大夫手上，他们手上瞬间被烫出密密麻麻的白泡。萧白莲满眼通红地扫过跪在地上的大夫，攥紧拳头，额头上青筋暴起，冷汗直冒。要是真治不好，他跟宫里的太监有什么区别？这是对一个男人最大的侮辱。气氛正僵的时候，门外传来一道好听的女声：“这是怎么了？怎么大夫都跪了一地？”谢曼曼提着自己嫩绿色的衣裙，跨过门槛走进来，略带几分精明的目光落在不远处的萧白莲身上。萧白莲一时脸色难看，她不想在女人面前丢人，所以听到谢曼曼的声音后，只能把一肚子闷气咽下去。进来吧。你们全都滚出去！大夫们听到这话，像得了特赦令一样，赶紧拎着医药箱跌跌撞撞地逃出去。等房里只剩他们两人，谢曼曼难得皱眉，没想到太子殿下这么心狠，下这么毒的手。要不是祝书意，恐怕我们要做的事都成了。他日我一定要亲手了结那个……谁知道他几日不见，变得这么伶牙俐齿，连我的话他都不信了。萧白莲也不是没怀疑过自己暴露了，只是他跟谢曼曼做那些事的时候都很隐秘，他怎么可能知道他们的安排？谢曼曼帮他洗了个手帕，放在头上。眼下有一个好机会。谢曼曼这话让萧白莲瞬间不再扭捏，她扬眉看向坐在面前的女人，脸上多了几分探究，像是在分辨她这话到底是真是假。男人脸上强忍着痛苦：“你这话什么意思？”听说皇后娘娘发了帖子，请众人去宫里参加赏花宴，钟永侯府那位小姐也会去。既然她这么不识抬举，那我们也不用哄她了，直接设计把她拉到房里。这可怨不得她，要怪只能怪祝淑英自己不识抬举。要是她还像以前那么蠢，当初太子拿着圣旨去钟永侯府提亲时，就当场拒绝退婚，她也不至于做得这么绝。祝淑意不过是个娇生惯养的小姐罢了，她凭什么嫁给风光霁月的太子殿下？那蠢货怎么能担得起太子妃的重任，做未来母仪天下的皇后？明明的位置应该是她的才对，她和萧白莲都应该是她谢曼曼的垫脚石。好在萧白莲是个聪明人，从谢曼曼说了这话之后，她就垂下眼帘琢磨着可行性，正好错过了谢曼曼眼中一闪而过的怨怼。再说，到时候你跟祝书意有了肌肤之亲，钟永侯和圣上他们肯定会把祝书意许配给你。到时候有钟永侯府的助力，大人一定能在官场上平步青云。听到谢曼曼这话，萧白莲眼中浮现出一丝心动。如今她这副惨状，遍体鳞伤，
连那处子孙根都已经被太子的人想到萧家可能要断子绝孙，他心里就格外恨。要是能把祝书义娶进门，再踩着忠永侯府的权力和人脉，他一定能在官场上步步高升。等自己掌握了最大的权力后，一定要狠狠折磨祝书义那个贱人。萧白莲眼中浮现出狠毒和心动，不过他很快就想到了谢曼曼。当初要不是谢曼曼从中提议搭桥牵线，他也不可能这么容易骗到忠永侯府的女儿，更不可能只凭一个秀才的身份就在朝中谋了差事。不得不说，忠永侯府的名头确实是块活的敲门砖，尤其是祝书义这个女人，要是把她娶回家，以后有的是荣华富贵。只是谢曼曼这里，想到这，萧白莲强行压下身体上的疼痛，连带着那一处的疼都忽略不计。和功名利禄比起来，这点疼算什么呢？他刚才还满是毒的眼神里多了几分为难和心疼。曼曼，你这么说，我总不能做对不起你的事。要是以后你眼睁睁看着我娶祝淑英为妻，你肯定会心疼的。等我好了，我会对你负责的。他竟真以为自己能看上他。当初要不是想亲手培养出一个权力通天的男人来傍身，他怎么可能多看这个穷酸秀才一眼？除了皮相好看点儿，还有什么用？更何况后来在忠永侯府门口看到风光霁月的太子殿下，他所有心思全飞到了那个男人身上。只可惜祝书义那个蠢货居然没被他们挑拨跟太子退亲。要是他们退亲的话，他就有机会跟太子殿下在一起了，也不用这么费尽心思的谋划了。而如今躺在床上的这个男人，好高骛远，阴险狡诈，何况早就跟太监没区别了，还真以为自己心甘情愿要嫁给他守活寡吗？但此刻还不宜跟萧白莲撕破脸，他脸上立刻带着委屈的模样。萧哥哥说的这是哪里话？只要能帮到哥哥，慢慢委屈一点也没关系。人家也知道你这么做是为了我们的以后。说完这话，连谢曼曼自己都觉得一阵恶心。萧白莲倒是信了，满脸欣慰地拍了拍他的手。你能懂我，夫复何求？你放心，等我以后在官场上平步青云，一定不负你的心意。看到鱼儿上钩，谢曼曼眼中划过一丝欢喜。那接下来大人还是好好养伤，等过些时日参加宫里的赏花宴。萧白莲重重捏了一下女人的腿。我知道了，你放心吧。萧白莲之所以跟谢曼曼勾搭在一起，也是因为祝书义太无趣。虽说他天天追在自己身后，长相和模样都不错，甚至还有京城第一绝色的说法。他虽利用祝书义，却也对这种女人欲罢不能，还暗示过好几次想跟他发生点什么。只可惜他装作听不懂，直接转移话题。谢曼曼又敷衍了一下，坐在萧白莲旁边聊了几句家常，没多久就起身离开。既然萧白莲答应了自己的想法，那他也要赶紧回去准备一下，准备赏花宴要穿的衣裳和首饰了。到时候祝书义狼狈不堪，他优雅得体地出现在太子殿下面前，一定能成为照亮莫玄羽黑暗道路上的一束光。等把祝书义赶走，他离太子妃的位置还远吗？赏花宴的请帖已经发出去了，期待已久的赏花宴在半个多月后终于开始了。马车稳稳当当到了东门，周围已经停了好几辆官家小姐的马车，其中多有手帕教三三两两结伴走进宫里。小姐，要等宫里的软轿吗？杏花开口问了一声。以前小姐每次进宫都会让守门的太监禀告，然后派一辆软轿把她接进去。不用了，今天是皇后娘娘办的赏花宴，就别搞特殊了。再说最近因为落水，母亲圈着我不能走动，现在能多走走也是好的。主仆俩正准备拿玉佩进宫，忽然听到身后传来熟悉的声音。妹妹。听到这两个字，我后背一僵，又想起上一世我最后的惨状和求饶时的卑微。还不行，现在还不是让他们血债血偿的时候。有时候让他们爬得越高，才能摔得越惨，不是吗？想到这里，我强行压下心里的滔天怒火。等我回过神时，精致的脸上已经重新恢复了天真烂漫的笑容。姐姐，没想到在宫门口碰到你，刚才我还在想你有没有到呢。谢曼曼听了这话，袖子下的手紧紧攥了起来，她脸上依然露着标准的笑容，只是眼底那一抹狠毒我没看漏。谁不知道谢家只是个九品芝麻官，根本没资格进宫参加皇后办的赏花宴。之前每次都是谢曼曼顺理成章地跟着我一起进去，而这一次她像往常一样，让府里的人把她送到忠永侯府门口，却被告知苏婉欣已经带着府里下人去了大圣寺。忠永侯也早就进宫上朝了，连祝书义都进了宫。偌大的忠永侯府大门紧闭，不过好在他正好赶上祝书义要带着杏花进去的时候。不过是路上出了点事耽搁了，我们一起进去吧。谢曼曼说完，不由分说地拉住我的胳膊，模样很亲昵地跟着他一起进去。不过我也没有拦着。俗话说得好，无事献殷勤，非奸即盗。我倒想看看谢曼曼葫芦里卖的什么药。谢曼曼松开拉着我的手，舒儿，一会儿我有几句体话想单独跟你说，咱们去宫里的荷花池边坐坐。我挑眉，这么快就等不及了？我还真想看看他们葫芦里到底卖的什么药。当然可以，不过姐姐太见外了，我们都是一家人，你又是我的表姐，
不用什么事都这么卑微着来。赏花宴也正式开始，皇后娘娘穿着明黄色凤袍，有宫女搀扶着。今日倒是难得把你们聚在一起，乍一看，连御花园的美景都失了颜色。皇后优雅地坐在最上首，旁边站着一个穿绿色宫装的宫女，手里拿着白色刺绣蒲扇，轻轻对着皇后脖颈处扇着。微弱的凉风扫过，给闷热的天气带来几分清爽。我因为是皇后娘娘未来的儿媳妇，自然坐在最靠前的位置。本宫如今总感觉力不从心，做什么事都提不起劲儿。不过今天看到这么多官家小姐娇艳争春的模样，本宫打心底里高兴，仿佛一下子回到了多年前，我也是闺中女子的时候。10几个官家女子端坐在两旁，因为是赏春宴，她们的衣服比往日还要艳丽几分，连唇上的胭脂都难得鲜艳了些。听到皇后娘娘的话，她们一个个不好意思地低下头。皇后娘娘说的这是哪里话？您母仪天下，自然风仪万千。是啊，皇后娘娘母仪天下，自然是风仪万千。如今我们能远远仰望您的风采，就是死我也无憾了。听着这些官家小姐投其所好的夸赞，换谁都会高兴，皇后也不例外。她抬手用手帕捂着嘴，轻笑了一声：“你们一个个嘴可真甜。今天这赏春宴，一来是把你们聚在一起，二来大家也知道，前不久朝中的几位将军带着兵马去了边疆，把你们聚在这里，也是希望大家能出一份力。”话音刚落，她抬手把自己手里的玉镯放进嬷嬷端着的托盘里。大家都是官家培养出来的小姐，自然明白这一举动的意思。有皇后带头，其他人也争先恐后的把身上的首饰摘下来放上去。花园不远处便是男人们的赏花宴。现在赏花宴刚开始，他们还没有自由活动的权限。皇上这段日子一直被边疆的事烦扰，所以没亲自来赏花宴，只让莫玄羽主持。莫玄羽向来冷心冷情，本想拒绝办这赏花宴，可又听说是我的提议。他坐在最前面，端着酒杯，看着调养了半个月终于养好身体的萧白莲。虽说身体好了，可脸上被打得结痂的伤疤还在，还有那一处恐怕也没多少用了吧。只是祝书意建议母后办赏花宴，又是什么原因？莫玄羽并不相信只是为了募捐那么简单，毕竟我以前天真烂漫，从没对这种事上过心。难道说他们又在打什么算盘？想到以前我背地里帮萧白莲的事，莫玄羽周身的气压一下子就降到了冰点。他眼神冷冷地扫向坐在不远处的那个男人，看来上回他让侍卫打的还是太轻了。洛根在莫玄羽身边，他是太子殿下最得力的亲信，洛对莫玄羽绝对忠心耿耿。当初要不是太子殿下把他救回来，他跟妹妹早就死在大雪里了。莫玄羽朝洛招了招手，洛赶紧上前2步。殿下，你有什么吩咐？他的目光冷冷扫过萧白莲，声音低沉：“盯着他，一会儿他要是有什么动作，立刻来报。”是。洛低声应下。萧白莲表面上对皇家恭恭敬敬，逆来顺受，可他那双眼睛太精明了，背地里打的什么算盘他们不清楚，但总能找到些蛛丝马迹。女眷这边的捐赠很快就到了尾声。谁说女子不如男？当这些官家小姐从皇后娘娘口中听说要为战场上的男儿郎捐赠物资的时候，他们都力所能及地奉献出自己的力量。待到捐赠已经到白热化的阶段后，皇后也便差使嬷嬷端着托盘离开。诸位姑娘家巾帼不让须眉，日后我天月朝若是取得胜利的话，你们定然功不可没。这话倒是让他们都一个个面带激动。我稳当地坐在自己的软垫上，手中端着一杯清茶，轻抿一口。不知道谢曼曼背地里打的什么算盘，为了防止自己被他们暗算，我并没有让婢女给自己端来酒盅。等到时辰差不多了之后，赏花宴已经进入了第2个正题，那便是让这些适婚的世家公子和官家小姐在御花园中见面畅聊。宫中的人确实无聊，也正是因为这样，大部分的人才这般爱乱点鸳鸯谱。罢了，这时辰也不早了，本宫身子烦闷，便不同你们嬉笑，找自己的手帕之交，去看看御花园的美景也不错。等着几个小姐忙不迭地离开，皇后刚才还优雅得体的脸上多了一抹疲惫来。看着这些如同骄阳一般的姑娘，看样子本宫不服老也是不行的。娘娘说的这是哪里的话？您还年轻，这模样可是千金小姐比不上的。皇后笑着摇头，如今她这个岁数早就知足了，又把自己的儿子养大，马上就要成亲生子，她除了还没有抱个孙儿，似乎其他的也很知足。想到这里，皇后忽然想起今天的赏花宴还是祝书意的点子。之前你不是和那个谢曼曼关系不错，怎么这会子不去找她聊一聊，叙叙旧？皇后娘娘面带不解，平日里去哪里她都喜欢带着谢曼曼，虽说太后和她一眼就能看清楚谢曼曼的本质，不过碍于祝书意喜欢，他们也不曾多说。我听到皇后这句话，也只是轻轻地摇了摇头。不用了，我在这里喝喝茶，陪陪你。谢曼曼方才就不知道跑到哪里去了，想来还在背后计划着怎么整治我呢。毕竟前段时间我可是刚刚借着太子殿下的手，把萧白莲那个刚打了一顿。萧白莲这人向来没本事又记仇，
按照她睚眦必报的性格，当然不可能轻易放过自己。不过我倒是隐隐约约的多了几分期待，在皇后娘娘和太子殿下的眼皮子下，他们又会做出什么事情来呢？就在祝淑意话音刚落，谢曼曼脸上多了几分讨好的走过来，她迈着优雅的小碎步。皇后娘娘，她娇滴滴的行礼起身，而后这才走到了祝淑意身边。妹妹，之前的事情是姐姐做的不对，我想找个地方和你赔个罪。话音刚落，我甚至能够看到谢曼曼眼中一闪而过的得意。就算是皇后娘娘看着她带走祝淑意的又如何呢？整个宫中的人谁人不知谁人不晓，当初祝淑意追着萧白莲跑的事情，到时候我目光冷然淡定，已经隐约猜到了萧白莲和谢曼曼到底在打什么算盘。不过自己已经提前对他们设下了心理的防备，再加上前世的仇恨，新仇旧账加起来，无论他们说什么，我都绝对不会再对他们心软。如今的我就像是地狱里爬出来的恶魔，每每午夜梦醒时分，我都只能强行将自己心中滔天的恨意压下去，不断的告诫自己，时机还未成熟，绝对不能做荒唐的事情来。既然如此，那便跟着姐姐一同过去。话音刚落，我已经施施然的站起身来，我同皇后点头示意，便跟着谢慢慢离开了凉亭。福嬷嬷看着他们离开的背影，忍不住开口说道：娘娘，奴婢倒是觉得祝小姐似有什么地方不一样了。那丫头向来是个聪明的。方才的对话就做了结束，赏花宴逐渐进入了高潮，各个小姐公子也都开始在偌大的御花园游玩。谢慢慢怕人多眼杂，又想快点完成他们的计划，让祝淑意跌入无尽的深渊。等到将祝淑意带到荷花池附近后，她身边的婢女便借口离开。姐姐带我来这里做甚？既然是来赏花的，那为什么不在御花园呢？谢慢慢听到这句话后，莫名愣了一下。这荷花自然也是花，尤其是河中心还有锦鲤，不若我们一同去喂鱼食，想找机会把我推入水中。方才婢女离开的时候都没有逃过我的眼睛。不过既然他们想要玩，那我就好好陪他们。只不过最后的后果他们能不能承担，那就不是自己所需要考虑的问题了。萧白莲在看到谢曼曼身旁的贴身婢女后，便已经福至心灵的猜到，看样子事情已经成了大半。当初他们可是说好的，谢曼曼把祝淑意带到荷花池这边，等到她过去之后，便趁机把她推下水。到时候她再英雄救美，在水中定然需要两个人有什么肌肤接触。谢曼曼也就是在趁这个时候大喊有人落水，到时候来参加赏花宴的人定然会看到他们两个相互依偎的模样。祝淑意到时候怎么可能会嫁给洛杰人？这女人只能是自己的。萧白莲勾唇，脸上带着一抹畅快淋漓的模样离开，落看向莫锦辰。殿下，萧白莲已经离开，可是要跟过去看看？不用，姑亲自过去。看他们这样子，应该是已经部署好了，那又何必在这里坐以待毙呢？萧白莲双脚走得飞快，完全看不出前段时间被打伤过的样子。谢曼曼也同样估摸着时辰，眼看着萧白莲快要过来，她暗戳戳地走到了祝淑意后面。从我的这个角度，能够看到谢曼曼正站在自己的身后，她的脸上充斥着一抹狰狞，尤其是抬起来的那一双手，已经做好了准备把我推下去的动作。回想起上一世他们给我带来的无尽痛苦，现在也应该让他们尝尝被众人非议、被他们冷嘲热讽的痛苦。而这一世，我也会让他们两个紧紧地绑定在一起，相看两厌，互相折磨，最后亲手送他们应得的报应。这荷花池的鱼儿倒是被宫女养得很好，一个个很是肥壮健壮，哪怕是在这里看他们游在荷花池中央，心情都很好。我忽然感叹了一声，似乎并没有发现谢曼曼在背后的动作。每每看到谢曼曼和萧白莲两个蠢货安排出一个又一个拙劣的计谋时，我就觉得好笑。当初的自己究竟是怎么上钩的呢？明明他们拙劣的演技，旁人一眼就能看明白，可是自己却因为对他们的信任和喜爱，亲手将我和整个中永侯府全部推入了万劫不复的深渊。重来一世再看他们这副嘴脸，我只恨上一世的自己太过于愚蠢。谢曼曼听到祝淑意这句话后，不由得一愣，旋即反应过来，那蠢货根本没有意识到危险，甚至还有心情去欣赏荷花池里的鱼。他不由笑了一声，脸上挂着一派森然冷意，只是声音却依旧是为祝淑意着想的样子。是啊，御花园的荷花池中，锦鲤是养得最好的。姐姐已经差下人去取鱼食了，晚些时候我们便能投喂这些锦鲤。那可真是太谢谢姐姐了，你我之间亲如姐妹，怎么需要谢呢？谢曼曼眼中带着一抹歹毒，马上她就要永永远远的和萧白莲绑定在一起。这个世上谁都不能和自己抢莫锦辰。她一点点的靠近祝淑意，试图寻找一个最佳的机会把人推进去。殊不知我也在伺机而动。就在谢曼曼抓住机会之后，她一副狰狞的模样，助跑两步，心中已经隐约开始期待起一会儿祝淑意落水之后被萧白莲救起，被旁人议论，被太子退亲的惨状了。祝淑意，凭什么你生来就是中永侯府的嫡小姐，是所有人的掌中宝？这份殊荣明明就应该是她谢曼曼的才对。千钧一发之际，祝淑意忽然侧过身去，拉住了一旁的护栏。谢曼曼看到
祝书意直接侧身起来的那一刻，瞪大眼睛，难以置信地看着他。下一秒，人已经一头扎进了水中。